话说回来，拉拢完汉人就该拉拢胡人了。石勒以常山为根据地，派人一路北上，给盘踞在山野间的胡人势力带个话：六夷杂胡部落凡是在规定时间之内投降大汉的，一律封官许愿；顽固不化的，大汉王师降临之日，就是你们死到临头之时。这种一边打一边拉的策略非常好使，中山、博岭等大的郡县也都纷纷投降，远近归附者多达数万人，石勒总兵力达到20万。此时朱旦刚刚投奔刘渊，刘渊正在策划第2次轰轰烈烈的洛阳空间战。石勒眼看着我大汉五运昌隆，南边的王弥连战连胜，我这儿也不能掉链子呀。更何况冀州和荆州北面还有一股实力强劲朝廷军，就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人，鲜卑人的岳父，西晋朝廷的北境守卫者小剥皮王浚。于是石勒准备北上跟王浚比划比划。同时王浚作为晋朝的正经官员，对刘聪、王弥等人对洛阳的威胁也要做出表态，做出意图从幽州支援洛阳的架势。当然王浚也不是被吓大的，见到石勒亲率10多万大军来袭，王浚命令祁洪为主帅，鲜卑段务务臣为副帅，双方在国际庄附近的飞龙山展开大战。石勒军团虽然人多势众，却暴露出部队扩张太快、训练不足的毛病，而且他的部队是汉羯匈奴组成的混合军团，相互之间的协同作战存在很大问题，根本不是训练有素、配合有序的鲜卑骑兵的对手，一战便大败于鲜卑兵团。石勒喜提他的老领导司马颖的待遇，遭遇鲜卑骑兵，滞后死伤万余人，部队溃败，仓皇而逃。石勒这一仗败得实在太惨，一路狂奔到黎阳，找到刘景建立的根据地，才缓了口气儿。不过石勒打不过的也仅仅只有王浚而已。至于其他晋朝势力，史书明确说了，在退守黎阳之后，石勒依然达成了降30余臂的成就。黎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浚县，向西能进入太行，向南可威胁黄河和洛阳，向东能对抗司马越。看浚县的位置，真的让人有些恍惚。2-3年前八王之乱中的藩王的部队还在华北打得火热，而仅仅3年之后，黄河北岸就已经看不出朝廷军的动向。以石勒为代表的胡人安营扎寨，大有建立根据地之势。反正北边的王浚确实打不过，于是石勒守着这个宝地，等待着刘渊的命令。而刘渊在忙着干什么呢？他还在打洛阳。现在时间线收束了，刚才讲到刘聪被诈降且夜袭后，选择暂时退却，积蓄力量。恰逢此时，石勒遭遇王浚，大败退守黎阳。于是大汉光文皇帝刘渊再次做出战略规划，集结所有力量，再次进攻洛阳。石勒在黎阳地区率军向东扫荡，阻止幽州和青州、兖州地区的朝廷军救援洛阳。而刘聪、王弥再次率重兵出发，继续进攻洛阳。这次也是5万，不过是5万精骑兵。看样子刘渊先生应该是把家底全部拿出来，准备跟洛阳死磕到底了。10月，匈奴大军没有遭遇大的抵抗，顺利越过黄河，进驻宜阳，距离洛阳仅仅20里。随后总指挥刘聪下令包围洛阳。西晋的帝都像被潮水包围的一座孤岛，艰难地准备抵抗进攻。随后刘渊又挤出一部分兵力，又派大司空呼延义率领数万步兵部队前去支援，准备打攻坚战。很快总指挥刘聪便到达洛阳城墙下，驻屯于西明门外。刘聪、刘耀、呼延义皆是百战名将，他们的能力绝非1年前刘明军王弥可比的。而且上次王弥一打洛阳的时候，采用的是流窜作案，是游击战术。刘明军的思路是能打就打，打不过就跑。但此次却大大不同了。此次洛阳周围几乎无险可守，重要据点全都被刘聪、石勒等人给拔除了。等于说此时汉晋战争的前线已经推进至了西晋首都的6环，形势十分危急。所以怀帝和司马越君臣听闻匈奴劲旅来攻的消息后，再次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。反过来讲，刘聪、刘耀、王弥等人认为晋军早已成了惊弓之鸟，守住洛阳就是万幸，只要团团围住，就根本没什么意外发生。不出意外的，再次出现意外了。同样的配方，凉州猛士北宫纯
又要让匈奴人难受了。1年前，北宫纯从凉州奔袭1000里救援洛阳，到达前线后目击壮士100人，直接摧毁了王弥的指挥中枢。这次北宫纯又要表演一点花活。北宫纯深知要想击退汉赵大军，绝不可以陷入旷日持久的攻守战中，只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，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，削弱其士气，才可能转败为胜。是他不按常理出牌，像上次重挫刘聪、王弥一样，主动出击，趁着夜幕发动夜袭战，有效击杀了匈奴人，重挫匈奴部队的同时，还在战阵中斩杀了汉赵的征虏将军呼延浩。匈奴部队陷入骚动和恐慌之中，总指挥刘聪下令部队撤防到洛水，提示这儿是老乌龟司马懿发誓的地方。没几天，又传出匈奴大将呼延义被手下人刺杀的消息，呼延义的部队全面溃逃，匈奴士气再次挫败。刘渊看到此情此景，虽然损失惨重，但是却没有多责怪刘聪，于是下令让刘聪班师回朝。不过刘聪此时还是强撑了一口气，他给刘渊建议说，晋军现在虚弱至极，洛阳城防空虚，不能因为2位呼延将军的牺牲而放弃，我请求继续围攻洛阳。刘渊答应了，不过刘聪不知道为何封建迷信上头，决定在再次进攻之前为大军祈福，选择去嵩山上上香，把部队交给平晋将军刘立、冠军将军呼延朗，由他2人暂时都督大军。结果刚走没多久，洛阳城里的司马越琢磨过味来，接受建议，趁匈奴新败再次出击。结果匈奴部队又再次大败，代理大都督冠军将军呼延朗被临阵斩杀，另一个代理负责人刘立害怕军阀处置，直接跳河自杀了。刘聪还在震惊中没反过劲儿来。王弥一看这形势，心想得了，打洛阳今年指定是没戏了，于是劝刘聪说，危城之下连战连败，这次进攻肯定是没希望了，给皇帝打申请撤军吧。刘聪垂头丧气地说，你是合伙加盟人，我爹肯定给你面子，而我是战役总指挥，刘立仅仅是因为部队没看好就吓得自杀了，仗打成这个样子，我得负全责，我可不敢说回师2个字。不过刘渊先生确实是好脾气，颇有人君之风，他也信了封建迷信那一套。有一个老道跟他说，你这2年8字犯冲，辛未年才能拿下洛阳，现在也别使劲了，撤军吧。于是刘渊下令撤军，第2次洛阳攻坚战结束，洛阳再次回归平安。有了2次攻坚经验的汉赵君臣，在战略思想上又进了一步。既然核心大城市洛阳这么难打，不考虑幽州的百京爷王浚，只有洛阳这一处没拿下来，与其死磕洛阳，倒不如完全孤立洛阳，从物质上断绝洛阳一切可联系之处，直接摧毁洛阳是战略目标。那围洛、困洛、弱洛不也一样能实现战略目的吗？本着这样的思路，11月，刘渊、刘耀带着5部匈奴的部队回到平阳休整，而王弥则带着自己的流民部队继续扫荡洛阳周边，南出轩辕、颍川、襄城、汝南、南阳等地的流民向来被本地的大户打压，看到王弥的队伍就像看到了亲人，于是纷纷烧毁城邑，捕杀我晋的地方长官，聚众造反，举城投降，归附了王弥。另一边，破坏力同样惊人的石勒也同样是没闲着。匈奴人包围洛阳的时候，石勒率军在武德阻击晋朝的冠军将军梁据，打了几仗下来，梁据发现朝廷应该是没救了，趁着手里还有兵，还不如投降胡人，带资进祖呢。结果石勒竟然不允许，坚持要消灭这股力量，而且杀人之前还要玩行为艺术，把梁据绑了，数落完他的罪行，骂完一通，最后给杀了。当然石勒也不是刘渊那样的人君，攻破武德之后，石勒对投降的晋朝军民1万多人通通活埋坑杀，尽管是反人类罪行，但也是有威慑力的。魏郡太守为求自保，举郡投降。转过年来，石勒、王弥继续落实孤立洛阳的战略，扫荡黄河沿岸，王弥则带着3万人在白马和石勒会合，两股部队渡过黄河，进入山东地界。10载，两股势力共寇徐、豫、兖州。2月份，俩人又杀兖州刺史，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个被杀掉的刺史了。随后，石勒、王弥开始沿着黄河一路向北，甚至又渡过黄河，回到了河北。一通祸害之下，
地方秩序再度崩坏，9万人无家可归，只能选择跟随了这俩大土匪。有没有哪位文笔好的小伙伴魂穿一下当前的中国北方，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再造我晋？我一定订阅连载。不过在魂穿之前，我要再补充一个背景：仅仅3-4个月之后，北方出现了比兵祸更可怕的景象——北国蝗灾。实在幽、兵、司、冀、秦、雍6州蝗灾蔽日，整个华北颗粒无收，以至于蝗虫过境之后，牲口身上的毛都被蝗虫啃食干净，整个北国的物质基础被毁坏殆尽。我晋回天乏术了。7月，匈奴集团继续坚定不移地落实孤立战的总方针，集结重兵围攻黄河沿岸重镇河内郡。提示：这里是老乌龟司马懿的老家。10载，匈奴汉的楚王刘聪、始安王刘耀、镇东大将军石勒、安北大将军刘越、平北大将军王桑全部参与到攻克温县的战斗中。最终结果是，西晋前来救援的将军宋抽部队大败，本人被杀；河内太守裴整被本地人抓了，投降匈奴汉。河内郡分裂成2半，一半是由匈奴汉控制，另外一半是遍布在河内郡的大大小小的乌堡。孤立战取得明显成效，洛阳周围再度被削弱。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，重大变故发生了。大汉光文皇帝刘渊重病不起，快不行了。天下有变的紧急时刻，所有匈奴汉的高级干部和将领全部停止任何行动，汉室成员全部火速赶往滨州首都，参与权力交接。最后，我们分享一点刘渊的故事。自从五胡乱华以来，突破底线、泯灭人性的事情，我们是身经百战，见得多了。正如三王举义的时候，孙惠劝诫齐王司马囧时说的那样：自永熙以来，实在有一，人不见得，只有杀戮。王公大族、皇室骨肉、地方藩王、后宫妃子，连同中央禁军、地方部队、民间豪强、细民百姓以及那些佃农、胡人等全社会、全阶层，所有人都在炼狱一般的绞肉机之下，遭遇肉身横死，道义泯灭。纵观历朝历代，国家之祸乱、至亲之残杀，未曾像近日一样酷烈的。在人不见得的永嘉年间，刘渊先生的一个举动却让人心情复杂。刚才我们说，2打洛阳的时候，刘渊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，担任进攻洛阳主力。刘景先攻克黎阳，又在延津击败晋将王堪。不过或许整个汉国只有刘渊一人自认为是问鼎中原的大皇帝，认为中原治下的百姓皆为他的子民，而他的部下将领们却只想着兴复匈奴大业，把晋朝人民当成是可以随意杀戮的奴隶。此次担任主力的大将刘景就在占领延津后进行大屠杀，命令将当地3万多百姓沉河淹死。刘渊知道之后暴跳如雷，大声骂道：刘景有何颜面见我？我们只是想消灭司马氏，人民有什么罪过？随后立即解除了刘景的指挥权，转由刘聪担任总指挥，部队停止进攻，返回后方，匈奴5部全军整顿，严肃纪律。被降级为平鲁将军的刘景当然也还在军中任职，不过再也没见他担任汉军指挥员。刘渊死之前，刘景一直在刘聪的节制之下。刘渊之人让人唏嘘。五胡16国诞生了无数杀人不眨眼的胡人暴君，可是唯一能施行仁政的几个人，一个刘渊是精神上的汉人，一个苻坚坚称自己就是汉人。他们都在努力地扮演好一个合格皇帝应该展现的特质，可是在史学意义上，又分明正是刘渊开启了五胡乱华的末世时代。假如晋朝政治清明，或许刘渊会在我晋的一个闲散职务上养老到死，但老天却偏偏给了他一个机会，使他的雄心壮志能够得到施展。可是这一切又来得那么迟，30年光阴已经蹉跎。建立宏图伟业的时候，他自己已经是强弩之末。老天给了他推翻旧时代的机会，却没有给他制定国策、施展仁义、梳理苛政的时间。最终，随着刘渊的溘然长逝，汉赵帝国像他坚持的仁义一样，宛如昙花一现，很快便消失在了历史深处。其实最可惜的是刘渊呢。